第104章，两手准备。我怀疑马从敬在抓阄的时候搞鬼是有根据的，因为我好像看到方柔抓对了，结果出来却是陈立忠接手一部。很显然，这事儿很可能又是马从敬玩的一个套路。他比较中意的一部经理就是陈立忠，但是一部干经理表面上看又是一个好差事，方柔和宋小波都是他带出来的人，他不好直接把这个好差事给陈立忠这个外人，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看似凭运气的套路。我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而是我设身处地的想自己倘若是老总，这个事儿该怎么安排？我觉得陈立忠接一部经理最合适，如果换成我就直接安排了，因为我必须对公司负责。但是马从敬却安排了一个抓阄，结果还是陈立忠接手一部，这事儿能如此凑巧吗？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我不该去问马从敬，因为这种事儿怎么能说马从敬是修炼成精的狐狸，直接反对回来，反而搞得我很被动，反而被打脸了。高燕积极性很高，第二天中午他就告诉我说已经约到了孙红英和温小兵。我说马从敬临时有事回广州了，估计接下来搞定孙红英和温小兵只能我们配合了。高燕直接懵逼了，我说你怕什么？难道没有了马屠夫，我们还要吃带毛的猪吗？高燕就问我们怎么办，有没有把握？我说不管怎么办，我们反正不能怂，不能让上高的人觉得我们是求着他们的。你约了温小兵和孙红英之后，要把姿态摆高一点，要摆出一副给他们一次机会的感觉，他们如果还矜持，那你就给我发信息。我拍马赶到之后，二话不说直接对，我在他们两人心中已经有了一点威风了，这一次我再对他们，基本上要对得他们畏我如虎。反正我们两手准备，这两个人如果识抬举，那我们就用他们，给他们一条路走；如果不识抬举，那我们也要搞废他们，让他们对我们不再有威胁。我这番话把高燕震慑住了，他瞪大眼睛看着我，我嘿嘿一笑道：高总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别迷恋哥啊！高燕闹了一个满脸通红，道：你陈斌，你这人太阴了。我心想阿弥陀佛，这不能怪我，要怪只能怪马从敬。我跟马从敬比起来，只能算是三好学生，马从敬才是真阴。就这样，高燕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，他把温小兵和孙红英同时约到了香蜜湖吃宵夜。高燕平常就喜欢喝点酒，那天他们三人也都整了1点酒。酒过3巡，高燕就跟他们两人讲：小温、小孙，如果是正常的情况，我是不可能请你们吃宵夜的。我说的正常情况是你们上高公司把我们碾压了，或者说我们没有还手之力，被你们打趴下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也看得明白，上高根本就不行，或者说周光华这个人根本就不行。你们这么两个好苗子，在他手上搞成了这个样子，不上不下，我都替你们难受。温小兵和孙红英都低头，实话讲他们的确实有点狼狈，尤其是他们在上高打造的2个部门，号称是精英云集，但是被我连续几个月吊打，而且我还带了一帮人杀到了他们公司讨债，让他们颜面丢尽。高燕瞧着两人这个表情，便又道：你们两人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，周光华不行了，不是这个月就是下个月必然滚蛋，他滚蛋了，你们两人也要跟着他陪葬吗？孙红英道：经理，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，周光华还是比较有实力的，上高这一边各方面给的支持也大。我承认去年12月我们业绩没有搞好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立足未稳是一方面，另外我们太轻敌，结果就是让陈斌那个小人钻了空子。哼，但是以后不可能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高燕一听孙红英这么讲，心情就不好，他道：孙红英，你实话讲，你对上陈斌有没有把握？就你现在在上高的部门，你还敢挑战陈斌吗？孙红英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，实话讲他真的被我整怕了。他孙红英以前在博越公司被称为不败女神，但是自从被我干掉之后，再对上我他就没有一丁点优势了，尤其是他去上高之后，最近的这一次赌局，他输得一败涂地，提到我的名字他就怕，已经没有勇气再挑战我了。孙红英不敢挑战我，但是他敢挑战高燕的权威。他清了清嗓子道：高经理，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，你今天请我和小温吃饭，是不是想挖我们回来？如果您是这个心思，我只能说咱们不可能回来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在上高。高燕心中冷笑，趁着看手机的功夫给我标了一条短信，搞不定，他就给我发了3个字，然后他把手机放下，道：小孙，你想的有点多，我是看着你和小温都是从我手底下走出去的，我不太愿意看到你们被人家当垫脚石，你既然这么讲了，那就当我之前的话没说过，这个话题可以不提了。一直没说话的温小兵道：高经理，如果我回博越，你能给我开什么条件？高燕本来就不喜欢温小兵，听温小兵结结巴巴的，他心中更不舒服，道：你回来干什么？死也死在上高吗？他一生气，温小兵闹了一个满脸通红，一旁的孙红英有点看不下去，站起身来拽着温小兵就要走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我拍马赶到了，我知道事情不可为，所以哪里有什么顾忌，
哎呦，这不是我们的温经理吗？哎呦，还有孙经理也在啊。上高的两大猛将来香蜜湖吃烧烤了。稀客，高总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请吃烧烤不叫我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是有了新欢还不忘念旧情吗？我故意胡说八道。高燕满脸通红，骂我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孙红英是个暴脾气，指着我的鼻子道：陈斌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